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说打游戏有外挂，让你可以只手遮天的话，那么现实生活里也有一本像外挂一样存在的书籍。毫不夸张的讲，所有在世界上混到金字塔顶部的人，都是误打误撞的领悟到这本书里面的秘密，然后瞬间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变成驾驭万人的老板、资本家、政治家。而这本书更被历代的君王封印，禁止普通的百姓去看，因为这将会直接动摇到他们的根基，释放人性灵魂里面底层的那个洪水猛兽。这本书就叫做《鬼谷子》。我问你，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当你还是3岁的时候，你妈给你买了一个你很喜欢吃的食物，另外一个小朋友也很喜欢，那你会不会让给他呢？如果那个小朋友是一个乞丐，你会不会去同情他呢？虽然说你小时候不会去想着怎么去害人，但如果别人来抢你的食物，你会不会想揍他呢？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性，叫做自私。当一个婴儿还没有吃饱之前，他是不会把自己的奶嘴主动让给其他婴儿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把你教会成一个宁愿自己饿死也要做到谦让的人呢？儒家的思想、公平、仁义、礼智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国家要做到这些才会天下太平的，所以我们小时候第一堂课要学习的就是用道德观去把自己的兽性舒服起来。而鬼谷子就是教你如何调动自己人心里面的自私，操控任何的人为你所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甚至可以说比西方的心理学更高级的层次，因为它更像是一个系统，一条公式。当你遇到什么类型的人，你应该有什么对应的方法去操控他，而不是单纯的告诉你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而为什么说看完这部影片，你的人生将会像开挂一样呢？因为这里面的方法，你不但可以用来教育你的员工下属，甚至可以操控比你厉害的人，包括是你的老板、女神、老师，甚至是广大的群众，所以才会一直被定义为禁书。直到现在，经过几千年的洗礼，当大家都被洗脑成仁义礼智信的人的时候呢，当大家的兽性都已经被舒服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这本书了，除非是那些有天赋、有悟性的人，否则只有那些真正成为了老板、资本家的人，就是已经有结果的人，我们才能够看透背后底层的逻辑。而今天这部影片呢，我将会把我在这本书里面学到的心法与招式，通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你未必能一次性的听懂，所以你可以点赞，确保可以在收藏里面找回这部影片。而我这里呢，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跟我们其他5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是同路人的话，你要做的就是保证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首先，我们学校老师是不是从小就教你要当一个好人啊？做班长、社长、小领袖，很光荣，对吧？所以蛮可悲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的人都理解错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以至于掉入了一个好人的陷阱里面，越混越差，不断的轮回。所以97%的人都是穷人。而鬼谷子教的就是利用一条好人的公式，让你想要操控的人掉入好人的陷阱里面，最后对你唯命是从的。记着，很简单的，100减去1是等于0，而0加于1是等于100。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被大家标签为好人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大家的感受。今天大家对你的评分是100分，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件事情求你，你拒绝了我，这个时候你的评分只是减去1分啊，但是最后你的得分却是0分。也就是说，一个被标签为好人的人，只要做了一件大家不满意的事，这个好人就会变成被大家讨厌的坏人。而一个被标签为坏人的人呢，他平时虽然很凶、很邪恶，本来就是0分的人，有一天他干了一件好事，那么这件事就会被无限的放大，说自己以前是误会他了，其实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甚至会用红酒来形容这种人，要慢慢的去品，才能品到真正的味道。升米恩，斗米仇。有一个乞丐经过你的店，你看见他很可怜啊，然后就请他吃了一碗面。之后的每一天呢，他都会经过你这里，你觉得是无所谓的，反正就是一碗面，也不值个什么钱，所以你就每天请他吃面。你突然急需要去用钱，所以你就不想要请他吃面了。
那么这乞丐呢，他居然会去埋怨你，甚至严重的会杀了你。新闻的那些悲剧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这世界有那么多的词语去夸一个人，对吧？我可以夸你很有才华、有魄力、有魅力，甚至是有气质，但是你今天却被人家夸作是一个好人，可想而知呢，你是有多么的平庸。所以从小老师教你要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印象，也就是大部分人理解的好人呢，指的就是要去讨好别人的人。这种人无论是要去工作还是追一个女生，面对别人的请求呢，都是有求必应的。因为他很担心别人很讨厌他，很怕得罪别人，这样他就会没有安全感。这种人得到的就是别人的轻视，成为了工具人。当有一天公司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他也不敢去争的，因为他怕别人不喜欢他嘛。那这种人呢，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鬼谷子教我们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为什么一个渣男可以让女神追着他转呢？为什么我们老板去骂一个员工，但是那个员工还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赚钱呢？因为我们有性格啊，我爱什么，我讨厌什么，我一定会让你知道，而且我是有脾气的。当你触及到我的底线，那么我就一定不会忍，我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学校老师会批评我这种人，对吧？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反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我的客户、员工会非常重视我的感受，重视我的利益，有好事情呢，一定会想起我的。但不要曲解我的话，我不是让你去当一个伤天害理的坏人，而是要当一个面恶心善的人，别人不敢欺负你。但是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拉一把，不锦上添花，只雪中送炭，能听懂吧？如果你听不懂这些鬼谷子的心法，接下来你是学不会操控人的招式的。听好了，鬼谷子里面最厉害的叫做飞钱术，引钩前之词，飞而前之。他认为呢，要操控一个人就好像钓鱼一样，你一定要有一个鱼饵，你才能够让鱼上钓。同时呢，你还要有一个鱼钩，这样才能够勾到鱼嘛。那这个鱼钩呢，就是招式，你用起来，那不知道的人真的会被你牵着鼻子走的。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把它叫做标签操控术。简单来说，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对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给他戴上一个好人的帽子，让他有一个好人的光环。当一个人真心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就会被道德操控了。你觉得很邪恶，对吧？但你知道吗？从小老师就是用这一招来牵引着你的，操控着你的。什么叫做好学生？品学兼优嘛，成绩要好，品德也要好。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小孩都争着拿这个好学生的称号呢？因为这是一种荣誉，只有你有，其他的学生没有的。而这份荣誉呢，甚至会延伸到家长的层面。试想一下，你的儿子是少数被学校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你是父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面子？其他的家长会不会奉承你，向你讨教培养孩子之道呢？但你知道吗？在贵族学校里面，有多少的父母为了这个名号，替子女报了无数的补习班、兴趣班？你会发现，学校里面的老师，他其实不需要太有料的，他不需要教的太好的，但他也能够确保学校的升学率，确保在他们的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英。为什么？因为那些父母已经找了补习老师，私底下把子女都教好了。那么当这学校的升学率很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抢着想要进这种所谓的贵族学校，那他们就可以收更高昂的学费了。也就是说，只要让品学兼优这个荣誉包装得更高大上，让学生和家长更加疯狂的去争取这个荣誉，那么学校的排名就会越高。这是我一个贵族学校的校董朋友告诉我的。而我问你，你知道如果这个方法套用在互联网上，威力会有多大吗？ YouTube 上有25亿人，如果每个人给你1块，你就会有25亿。你认为很难吗？疫情传播的速度很可怕，但别忘了，互联网传播的速度比病毒更可怕。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觉睡醒，就不知不觉在互联网上成为了亿万富翁呢？就算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也没有人认识我们，但却有无数的人愿意为我们的品牌付费。到底如何才能做到呢？人是自私的，很多人起早贪黑的替老板赚钱，自己却只能拿到一丁点的薪水，交完房租就没有了一大半了。当你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投资自己的脑袋呢？
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在创业领域有结果的人为师呢？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最新的培训营，我愿意把我和我弟子连赚7位数美金的方法传授给你，你愿不愿意怀着空杯的心态去学呢？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培训营价值300美金，但是今天只要你跟我连接订阅我的频道，就不需要300美金、200美金，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完全免费的话，你会不会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去报名呢？这个培训营将会下架，因为系统已经承受不了那么多人在线了，所以不想要错过的话，在结束之前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吧。好了，所以今天你觉得一个女生很正，在别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女神，但是你想要把她弄成是你的女人，那你要怎么做？你不要夸她美，夸她有气质，这些她身边的男生都夸过了。你要做的反而是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就要让她请你去吃饭，请你去看电影，然后把她标签为你见过最好的女生。你要用道德去束缚她，然后你会发现到后面她对你的投入越大，不管是时间上还是金钱上，她就会掉进去你的世界里面不能自拔，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操控她。你觉得这样对女生很邪恶很坏，对吧？那这就是你已经掉进去这个道德的规范里面。其实你反过来看嘛，大多数的男生是不是认为追一个女生就需要对她好呢？第一次见面就要请她吃饭、看电影、帮她拿东西，还要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哦。所以你察觉了吗？就算一个很普通的女生，她们天生就会用这一招来操控身边的男生，这是一个天生的自我保护技能。她们也许很善良，不是故意用这一招来操控你的，但是她们就是这么做了，让身边围绕着备胎工具人。那么我讲这些不是教你怎么去追女生，而是希望你通过观察一个女人，她是怎么对待身边的工具人的，你就跟她去学嘛，她怎么去做你就怎么去做，这个就是最好的老师。也想要你们从今天开始注意，如果一个人给你戴上好人的帽子，他一定是想要操控我们的，那我们就不要戴这个帽子，不要做老好人，明白吗？同样的原理运用到我们做生意的，你开一家餐厅，你想要员工对客户的态度好一点吗？让客户喜欢到你这边消费吗？那你要怎么做？很简单，每个月搞个服务之星，一旦你的员工拿到这个荣誉，他干什么事都会充满耐心的，遇到难搞的客户都会笑脸相迎的。还有，如果有一些脏活累活没有员工愿意干的时候呢，你就找个人出来表扬他，说他是劳动之星，这样他自然就会比别人干更多的活，也带动了整个团队干活。这一点销售的公司就做得很好。我自己做企业呢，很多的制度都是参考保险公司的，他们有非常多的奖项，搞非常多的颁奖典礼，让下面的那些中介时不时的去拿奖，然后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们在全公司几千人几万人面前讲话，让他有荣誉感归属感，让他感谢公司，自己帮自己洗脑。这不但可以留住人才，而且还让他标签自己为很厉害的人，让他为了维持这份荣誉或者得到更高的荣誉，从而更加拼命做更高的业绩出来。对保险公司来说有成本吗？什么杰出的销售人员听起来很强，对吧？但这里的最杰出呢，可不是什么全美国最杰出的，可能只是保险业里面最杰出，又或者是全公司里面最杰出，更或者是公司里面一个小团队里面最杰出的。一个小团队可能也就几个人，对吧？就是这些奖项其实也就是自己公司颁给自己的员工的，没有什么含金量，但却可以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花钱去买礼服买劳力士去参加这些典礼，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意淫。但我就觉得蛮好的，能够让下面的员工嗨起来，自己去找活干。而在生意场上面，我自己也吃过很多亏，比如说以前有一个项目没有人想要干，利润少甚至是亏钱的，但却要耽误你几个月去干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老板是一个前辈嘛，当时他就把我标签为他的兄弟。你试想一下，我当时一个刚创业的人，人家大老板把我当兄弟了，给我最高的待遇接待，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去帮啊。结果就是他欠我的钱我还要追了1年。所以古人是有智慧的，谈钱伤感情，换过来就是谈感情伤钱嘛。当一个人总是跟你谈感情的时候，那么可能就需要来侵害你的一些经济利益的。比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你是我的亲大哥，你是我的亲姐姐，我借你这点钱，你都要天天追着问我要吗？这就是典型的一些情感操控，利用一些情感上的标签，让对方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可以拿到自己图的利益了。所以我身边虽然有很多兄弟，我的员工合作的人都是我的兄弟，但我却又是一个很孤独的人，能够理解吧？这就是非钱书里面的鱼钩。那么鱼饵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解读说就是话术，要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其实在我的理解，真正的高手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呢，都是不讲话的。真正钓鱼厉害的人在钓鱼的时候呢，都是没有鱼饵的。比如说姜太公，愿者上钩嘛。真正的鱼饵不是你讲了什么，而是你能拿捏住对方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一开始讲的人性本自私，天下攘攘皆为利来，这个利很多人以为指的是钱，其实钱只是利益的一种。我们说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用钱解决到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问题。就说我们招员工吧，如果一个员工只看重钱的，那就很好办，给他钱就好了。比如说那些中年的员工，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他们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要还房贷车贷的。那么这种就是银行和政府帮我们培养好的人，他们的忍受程度比较高，你骂他，他也不敢生气，因为他怕你解雇他。更不如说有心思想要跳槽了，他们追求的就是经济的稳定，你只需要给他实实在在的钱就好了。你跟他画饼的那些都是没有用的，你用钱来驾驭他，打动他，留住他就好了。另外一种的员工呢，他追求的是情绪上的利益，比如说那些刚毕业有能力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家里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他上班就是找点事来干，他不会因为你给他更多的钱就给你卖命干活的，他追求的是快乐，是满足感。这种人基本上是免费的，他认的不是钱，而是你这个老板。那么我就会用刚才的方法，给他荣誉，给他面子，让他比同龄的人出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核心人才，我们的高管。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到达一定水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不愁房贷，不愁车贷，衣食住行都已经很满足的时候呢，钱真的只是一串数字，没有什么意义的。到那个时候，你再塞钱给他呢，他都可能会跳槽的。所以我们就要给他权，给他名。比如说我每个月有$10,000的预算，本来是想要拿来涨他的薪水的，但是现在不用，我就给他请个助手司机，对吧？让他得到最高层次的待遇，那么他的心就会留在我这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一样的创业者，如何才能让一个他本来就是可以当老板的人，选择不去做自己的生意，而是委身到你的公司替你打工呢？今天你说给我1个亿的美金，让我帮你打工，我会直接骂你是个傻子。我本来有我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我要参与你的事业，做你的手下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就是关羽不得已投降给曹操以后呢，曹操赏识他是一个人才，所以对他特别的好，给他房美女、金银珠宝，甚至直接封侯了，但他都不为所动。然后关羽在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直接离开，不顾一切的去寻找刘备。所以大家就用义气去形容关羽，其实不然，只是说曹操理解错了关羽的需求。关羽他并不需要经济，他也不需要情绪，他是一种千里马的员工，他需要的是一片大草原，可以让自己飞翔的，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但是曹操恰恰总是给他喂一些饲料，那他肯定是留不住关羽的。为什么关羽不顾一切的去找刘备呢？因为刘备给了他一个很宏伟的蓝图，提供了一个很宏大的梦想。关羽看到在刘备这里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能够实现匡扶汉室、中兴汉室的一个宏大的目标，所以说这才是关羽想要的。那么今天你给我钱没有用，但我却可能因为你一句话而放下我自己的事业。我们追求的是自我的实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云和蔡崇信。当年马云一无所有，人家蔡崇信已经是年薪100万美金的 CFO。当马云给他讲了阿里巴巴的梦想之后呢，蔡崇信直接辞职，倒贴钱和时间去上班。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蔡崇信的选择是对的，说他有眼光，实际上跟眼光没有关系的，他是为了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梦想，而要实现这个梦想只能投靠马云。当时没有人在大陆搞电商，所以阿里巴巴就成为了第一批挖金的人。
那么成功与否跟什么有关呢？跟趋势有关。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发财了，第一批做房地产的人发财了，第一批做电商的人发财了，第一批做明星的人也发财了。如果你跟过去的这些人比，你永远都混不上来，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垄断市场了，就好像大富翁一样，所有的地都被霸占了，你还玩什么？所以我们要成为未来的人，跟现在的人比，玩一个全新的游戏。自从有了 YouTube 这个平台以后，流量开始向普通人倾斜了，明星的流量从电视转向手机了。有多少人现在已经不打开电视，不去电影院了，而是躺在床上看 YouTube 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明星，有很多的大企业都去做 YouTube 的原因。但是里面能够真正做起来的很少，因为他们有公司，有包袱，不贴地，甚至说不懂经营。所以这就是普通人可以超越这些资本的机会。我告诉你一条财富自由的技能，不是去学什么1对1的成交，怎么去讨好老板，对公司负责，而是要去学万人敌，一个人就可以成交1万人、1000万人、1个亿的人。比如说，如果你只需要制作好一部影片，你什么都不需要再做了，就会自动有人点进来听你的话，然后被你成交。你不但会有广告收入，还有品牌的收入，而且这个期限是永久的，也就是说，只要10年以后还有人观看，你就会继续的在睡觉的时候收钱。而当你掌握了流量之后呢，聪明的商人就会主动找你合作，因为你掐着他们的脖子，他们想要自己的品牌曝光。在当今这时代，最有效导广告的地方，也就是人流最多的地方，就是 YouTube 了。你这样也是在做宣传啊。而最重要的是，你几乎是零成本的，你失败了也就失败了。当你成功的话，你可以直接辞职，然后环游世界赚取被动收入。而这些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很皮毛的东西。你真正要的是一个无论在自媒体，又或者是在创业领域有结果的师傅，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很多自我摸索的时间，不需要慢慢的去学什么写内容啊、演讲、SEO、设计、剪辑、标题、营销、变现等等的技能。而这些是我可以给予我弟子的，我会把它总结为一个系统，让你直接去复制和套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只需要听话照做，还有灵活的变通。我会直接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如果你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会永久带着你在里面创业。而现在我们还会提供最后的前期优惠，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你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以外，我本人还会教你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我们会在里面分享第一手赚钱的资讯，而我们马上就会取消这些额外赠送的东西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